我叫方玉，从蓝星穿越至一个以读书人为尊的世界。在这里，书生出口成章，每一个字都能引动天地之力，每一首诗词都能撼动山河，可诛妖、弑神、摘星、摧城、开天。这个世界有实力强横的妖族，百年前，人族几乎被妖族屠杀殆尽，濒临灭族。在人族危难之际，人族第一位圣人孔丘横空出世。天不生我，恐中你，儒道万古，如长夜。百年后，孔圣仙逝，人族百家争鸣，却再无圣人出世。圣元大陆诸子百家各自为政，世家打压寒门，寒门弟子科考艰难。我从蓝星穿越而来，意外获得儒家三大至宝之一的墨奴任务，奇书天地的空间。墨奴，树神来了。拥有墨奴的我是天定的文超公，因为这方世界从秦汉开始断层，意味着这里没有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陆游、辛弃疾。这是一个只属于我的时代。今日科举，我来为寒门弟子开天门。这不是远近闻名的方废柴吗？方月，你科举接连落榜数十次，我要是你，早买块豆腐一头撞死了。方月，我劝你尽早放弃这一次的童生考核，把你的童养媳杨玉环卖给我做妾室，你还能拿到一笔不菲的银子，够活下去。传人寒门有容，今非昔比，有我有天。玉环姐，我一定会快速提升实力，绝对的实力护你周全。柳少，我入股20两，到时候咱二人一起杨玉环，你懂的。20两，黑棉，你也太大方了。你想染指杨玉环，入股1两白银就好。方月，我出2两碎银买下杨玉环。柳少，我入股1两。方月，3两白银买你那童养媳，不能再多了。3两银子又够你下一次10年科举的盘缠了。方月，等我们玩够了，还可以再还给你，你接着用。刘子成、雷凌，你们等着，我定会一鸣惊人。我定要让你们跪伏于我笔下，跪着给玉环姐磕头认罪。所有考生步入考场，童生考核正式开始。诸位学子，近日妖族频频进犯我人族边境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人族战士死伤无数，人族和妖族的决战已经拉开帷幕。所以这一次的童生考核与以往不同，书院决定取消文考，只有武考。今日只考尔等的战役，请圣临。战为基，战役为引，心向苍生者，方得功名。取消文考，只有武考，简直天助我也！这次的科举，圣贤9品童生，我方韵要定了。父亲不愧是权倾朝野的左相，这一次科举考核果然改变了规则。父亲提前安排众多大儒为我量身打造了一首气势宏伟的杀敌诗，力拔得头筹，拿下榜首。方韵，等到我拿下童生榜首，到时候再想杨玉环，就没有人敢给我定罪了。刘子成，我会让你知道何为十步杀一人，千里莫留情。好你个方韵，给老子等着！老子一定要当着你的面玩弄杨玉环。刘子成，你等着，有朝一日我一定当着你爹的面诛杀你。
什么？怎么会突然取消文考？为了这次统考，我在家足足背诵了3年的《论语》啊！你才背诵3年《论语》，你可知我熟读800篇圣言策论，整整5年，5年啊，就这么白白浪费了。我等皆是寒门子弟，寒窗苦读数十载，是为今日一搏功名。如今竟不考文章辞赋，不是让我等书生提笔上战场？都给我闭嘴！我辈书生唯有以笔为鉴，以文破敌，方可入书院。诸位学子登文台，可以口诵现有战诗，镇压妖气，也可创作新的战诗。凡现场创作新的战诗，引动圣院诸圣共鸣认可，皆可获得诸圣才气灌顶，甚至可以一步跨入9品童生。天哪，1步9品！要知道，童生1品升9品，即便是天才，也至少需要修行半年左右才可突破。但是要创作新战诗，而且要得到诸圣的共鸣，咱们寒门子弟底蕴浅薄，难如登天呐！父亲为我准备的那首新战诗，定可获得诸圣认可。9品童生，我预定了。方玉，你那位童养媳，本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我本想着低调，奈何实力不允许。创诗作战，这个世界还有比七杀碑更具杀气的诗词吗？墨奴，调取奇书天地里的七杀碑文。好的，主人。领诸圣统考开启，混胆炼心，诸圣登台。红线张楚登文台，雷甲雷鸣登文台。学生在。杀敌师，家父早已为我请3位大儒连夜推敲，今日必让尔等见识我雷家风采。新战师，请圣剑。狼烟起，铁马踏冰河，长刀断月，千山裂。兵家虚圣孙子显化，星光压身，雷鸣3品童生。雷鸣不愧是雷家最杰出的一代，面对如此强悍的妖界，竟然现场创作战诗。兵家虚圣孙子认可，初入童生一步3品。这些世家出身的弟子底蕴深厚，哪一位身边没有几位大儒亲自教导？说的是啊，我们这些寒门子弟只能靠自己寒窗苦读。您看张楚，他可是同县的天才，圣贤800篇如数家珍，又当如何？连直面虚幻妖物的勇气都没有。统领大人，学生废物东西，丢人现眼，给老子滚下去！好，雷鸣得孙子兵圣垂青，正道3品童生，日后必成大器。学生必不负众望，砥砺前行，以我雷家铁血之志镇守山河。好志向。蔡兄，你们这一届的寒门弟子似乎没有一位能拿得出手的呀。文胆不坚者，现在立刻弃考离去。我登文台而不敢直面妖气，终身不得再参加科举。啊，方月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个身体的贱人太惨，连考10次都没过，以至于通令都惊讶，真是太失败了。方月，天哪！他竟然10次童生考核失败，怎么还敢舔着脸来参加考核啊？嘘，方韵怎么了呀？是才女的底气，我都当他方韵不存在。10年失败，考书院当什么了？可怜他那位童养媳杨玉环了，帮人洗衣服做饭赚取微薄的收入，就这么被方韵霍霍一空了。柳家刘子成登台。方韵，这可真是太巧了，上苍都助我当众羞辱你。方韵，你若不敢与我一同登台，我可以考虑。为何不敢？啊，我还以为你会当缩头乌龟呢，看来还是有点血性。刘子成自招羞辱，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会错过？行，你既然想要同台丢丑，那便登台吧。天哪，
方韵居然同意了，他哪来的自信啊？方韵难道不知道刘子成垂涎杨玉环许久？刘子成是要借机狠狠地羞辱他呀！方韵，你就装吧，等会儿有你哭着跪地求我的时候。刘子成这是要借机羞辱方韵，而方韵的天赋，注定要被刘子成羞辱啊！方韵好胆识，只可惜才华平平，这惊世台宴的是文胆与才气。杀气30坐阵云，传教走。刘子成也是现场创作战诗，得兵家虚圣韩信认可。但是刘子成的诗词只得到2声中语。相看白刃雪纷纷，四阶从来系故勋。君不见沙场真战马，使今犹记柳将军。胜中2响，兵圣韩信认可；胜中3响，兵家杀神许胜白起认可。好，2位兵家圣人齐认可，胜中5响，100年未见之盛况。刘子成5品同生，千纵之才。方韵呢？不会是在妖雾中被吓死了吧？杀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接连喊出7个杀，怎么可能会引动杀神白起发出7道圣人光柱？杀神白起7道圣人光柱，圣元大陆1000年未曾出现过。5品以下称为同生，5品以上圣道认可。方韵胜前7品同生。方韵，你作弊！你对杀神白起石像做了什么手脚？没错，方韵一定对兵圣石像做了手脚，否则怎么可能喊出7个杀字，能得到杀神白起7道圣人光柱沐浴？刘子成，你竟敢质疑杀神白起的威严，这等天地共鸣，岂是人力可篡改？都给我听好了！破城不须封刀笔，我欲代天数此碑。杀尽不平始罢休，一杯镇压9重天。不忠之人曰可杀，不孝之人曰可杀，不仁之人曰可杀，不义之人曰可杀，不悌之人曰可杀，不智之人曰可杀。杀神笔下皆可杀。天哪！这一次竟然引动杀神白起亮起9道光柱。方韵胜前9品同生。不可能！我不信！双胜奇险，明中9响。这圣元大陆万年未曾听闻呐！不可能！方韵这个废物，怎么可能引动双胜明中9响？刘少，这其中一定有诈！我要秦胜！圣光沐浴，我体内的才气竟如江河奔涌。刘子成等人皆以为我是9品同生，却不知兵家3圣共有于我。我已挣到1品秀才，开创了圣元大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升级速度，越过9品同生一步秀才境。兵圣3显，9品同生，古来未有。此子怎么会得到兵家3位虚圣的认可？而且接连3次钟鸣9响。即便5年前精彩绝艳的状元季之白，他也只是2次钟鸣9响，也只得到了2位兵家圣人的认可。这不可能！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方韵竟然让书院鸣钟27响。方韵之前可是接连10次同生考核失败，如今钟鸣27响，3胜7显，是有史以来的第1次。我知道了，方韵先前接连10次科举落榜，不仅没有气馁，反倒是屡败屡战，文心得到了淬炼，才能创作出举世罕见的7杀碑文。所以方韵不是靠才气引动兵家3圣的认可，而是破而后立的杀心通明。方韵怎么了？
是兵家杀刀的极致，胜前同生，一步九品。蔡统领，学生不认他。风韵，废物一个，接连10次同生考核失败，书记却得3胜共举，命中27项，这其中一定有诈。如此荒唐之事，我刘家刘子成不认。学生刘子成，请圣裁。学生雷鸣，请圣裁。天哪！我晋国的半圣全部现身了！刘家、雷家、宗家，晋国3大世家，同时请圣裁，这个分量足以引起半数以上的半圣现身了。哼，方旭，你不过一介寒门学子，即便你得到兵家3圣的认可，在我刘家面前，也只是一只蝼蚁。学生方韵见过诸圣，请诸圣明鉴。学生10败磨一剑，10载寒窗，10次可考，10次落榜。方才悟通败中求胜，逆命正道。学生今日以心为纸，以血为墨，以败为阶，叩问圣道。若天要压我，我便破天；若命要困我，我便逆命。寒门无路，我自开路。科考失败，始终未弃。学生虽微，愿为天下所有寒门弟子争一线光明。七杀碑文，学生原创，学生无愧于心，无愧于天地，所以学生无惧圣裁。我若有方韵一半的坚毅，早已考取功名。方韵，你可知圣裁一旦开启，若查出你作弊，天降西北湮灭。柳山，刘子成的父亲，柳家半圣，自然向着刘子成。学生知晓，学生没有作弊，问心无愧，何惧圣裁？好一个方韵，面对半圣威压，毫不胆怯，好样的！其心昭昭，其志凛凛，可堪成道，可称寒门崛起之重任呐！方韵，3日后你可敢再考一次，以证清白？有何不敢？陈胜，方韵重考可以，但学生有一提议。方韵重考通过，学生认为应当给予书院才技洗练池奖励，让方韵从9品同生一步正到1品秀才。你没有察觉到方韵身上的才气，他已胜前1品秀才。天哪！跨步同生1到9品，一步迈入1品秀才，方韵怎么突然有这等逆天的天赋了？方韵的升级速度，神明大陆闻所未闻呐！你1品秀才了！回蔡统领，学生已正得1品秀才。蔡统领出身寒门，陈半圣也是出身寒门，他们2人自然想要崛起。郑知府出身世家，其他半圣也都出身世家。相比世家，寒门实在太弱了。今日这场同生考核，实则世家和寒门2大势力角逐比拼的战场。我既来此，有出身寒门，有莫奴的气数天地相助，自当带领寒门崛起。莫奴来了。好殷实的才气，方韵绝非普通1品秀才。人比人，气死人也！像我当年从1品同生升9品同生，足足用了3个月；9品同生升1品秀才，更是花费足足1年时间。但是方韵也对，七杀碑战师出世，因兵家3圣期限，钟鸣27项。方韵一步1品秀才，倒也说得过去。我只是5品同生，方韵竟然胜前秀才，气杀我也，气死我也！方韵，你得意不了太久，我定聚柳家全部之力将你镇压，夺你气运，毁你前程。柳下，3日后方韵重考科举，为了以示公平，且防止方韵再次作弊，学生建议将方韵考场设于书院的金龙台上，且方韵的科举考核由柳圣、雷圣、宗圣亲自监考，如此才可保证公平公正。方韵，我们3大世家联手出击，任你才高8斗，也难在金龙潭活下来。方韵，3大世家的力量你根本无法想象，在世家面前，注定是一只蝼蚁。传闻书院的金龙潭下镇压着1000年妖龙魂魄，方韵只是个新晋秀才，岂能承受龙潭煞气侵体？你不要命了！唉，寒门子弟终究难以与世家抗衡。刘子成此举分明是要借龙潭煞气废方韵根基。陈胜，方韵只是1品秀才，升龙潭。蔡统领，方韵若真是天纵奇才，
我何举金龙潭重考？准。方月，你可有异议？学生无异议。方月，金龙潭即便是我这个一品大学士，都没有顶级墨宝辅助，金龙潭内也最多只能支撑1个时辰。你区区一品秀才。主神放心，金龙潭的煞气对墨奴而言，如同天空飘过一朵云。我有墨奴相助，区金龙潭的煞气能奈我何？刘胜，学生可以在金龙潭重考科举，但学生有一个条件。朱胜，若我3日后重考科举通过，以证清白，刘子成和雷鸣属我爱妻，我要他们跪在我爱妻杨玉环面前磕头认错。方月，找死！方月，你敢？怎么，你们怕？准。方韵重考，你等也要一同重考，方显公平。陈善，学生为何要重考？方韵作弊，学生又没有。准。我儿为父亲自出题，你慌什么？可是金龙潭有千年妖龙魂魄。莫慌，我会将家族的地级灵宝古龙鳞片赐你，到时妖龙魂魄不仅不会攻击你，还会帮你凝聚财气，引动天地异象。3日后，你定可全面碾压方韵。方韵，3日后，我定要你文胆碎裂，跪地求饶，永不翻身之日。杨玉环那贱人，注定会沦为本少的玩物。方韵，你若愿意成为我柳家的一条狗，可活；你若不从，我柳家断不可留你。3日后的金龙潭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方韵，好，很好。3日后，金龙潭妖龙会亲自将你打入九幽深渊。方韵，你没有骗我，你真有办法可以对付金龙潭的妖龙魂魄。玉环姐，放心，今日必让刘子成和雷鸣跪在你面前磕头认错。方韵，我不在乎这些，我只要你平安归来。玉环姐，放心好了，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千年妖龙吗？今日尔等且看我如何斩龙！刘神剑刚才自己压制在一品同生境，分明就是想要我科举2考失败。只可惜我有墨奴的奇术天地，境界对我而言无所谓。我满腹是子，随便拿出来一手便可引动天地异象。方韵，你既然愿意重考科举，我们将你的境界压制在1品同生，彰显公平。你可有意见？没有。你们此刻的境界全部封存为1品同生境。你们如今只是1品同生，金龙潭镇压着千年妖龙的龙魂，所以你们可以携带各种墨宝，以防不测。当然，穷酸的寒门拿不出一件像样的墨，就只能认命。我儿，这是家族地级墨宝孟子书页，是当年先祖斩杀大妖亚圣孟子所赐。金色龙鳞乃是当年龙族一位真龙赠予。谢父亲。我儿，这是当年兵圣韩信在点兵台所有的金鳞砚，是地级墨宝。此砚可助你凝神静气，破除心魔。谢父亲。方韵，你的穷酸货色也配与我等世家四帝争锋？方韵，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世家的力量，公然炫富。树人啊，地级墨宝他们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？说真炫富，只要我先显出奇书天地空间、星空长河的誓词，可以砸死他们。墨奴，无妨，炫富要低调，打脸要高调。哈，主人最棒，主人说的好有道理啊！公然自保，这个世道果然没有公平可言。不仁之人，不孝之人，不仁之人，不义之人，杀！方韵小子，你的七杀碑文非常对老夫的胃口，杀气纵横，温馨通达，
我辈读书人就该当如利剑出鞘，斩尽妖邪，涤荡污浊。方韵，此乃先祖诸葛孔明著《出师表》所用的金庭笔，乃是天级墨宝，老夫暂时赠与你执掌，望你以笔为鉴，斩尽天下不公。前辈，这等墨宝，晚辈万万不敢给你就拿着，老夫最不喜磨磨唧唧的迂腐之人。何况老夫只是暂时借。方韵，诸葛前辈送你的金庭笔，你只管收下，此乃天授机缘，岂能推辞？陈小子，激老夫！好，方韵，你若在金龙潭能创作出新的诗词，能得到我诸葛家先祖诸葛孔明圣光认可，此笔老夫送你又如何？学生收下了。该死的诸葛老头，居然当着我的面送方韵天级墨宝！方韵，诸葛令如前辈送你的可是天级墨宝，远非杂七杂八的地级墨宝可比，你定不可辜负前辈对你的一番厚望。学生明白。同生科举第一试，限时3炷香，登顶者即通过同生第一考。同生科举正式开启。呀！竟然是10倍重压的才气台阶！风萧萧兮济世寒，壮士一去兮独复还。少年鞍马急如飞，如风打云不须归。此情此景，还有什么诗词能比得上你太白的《将进酒》？来啦！习书天地，心悦长河，才气如江海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。黄河之水怎么可能从天上来？哼，方韵之前果然作弊了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方韵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愚昧，区黄河之水，竟想上天，妄图成为天河之水。方韵的诗词没有任何异象，方韵之前创作的7杀碑文真的是作弊啊！奔流到海不复回，师承答复。天哪，方韵只是念出第一句诗词便是答复级别，书院认可，方韵不可能作弊。没错，我们先前误会方韵了，他绝对没有作弊。方韵一句诗词引动文曲星动，而且还是举世罕见的9星连珠的意象。所以方韵这首诗或许不只是答复级别。没错，方韵这首诗词一旦完成，甚至可以达到师承明州。怎么可能？一品同生怎么可能拥有如此磅礴的才气？文曲星9动，黄河之水真的从虚空而来，黄河逆流，虚空而现，蜕变天河之水。方韵是要借此诗词预示他要一飞冲天。方韵一个小小的一品童生，竟妄图逆天而行。柳山、雷厉、宗朝，你们将我的境界压到一品童生，如今我重回一品秀才境，一品秀才才气如新，助我斩龙！一品秀才，方韵怎么可能冲破我们3圣在他体内的压制，重回一品秀才境？留下！方韵的诗词得到了书院的共鸣，他借助书院的力量，冲破了我等的压制。不，方韵，你休想超越我！力拔山兮气盖世，屹立于我，何有哉？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师承明州。天哪！方韵一句师承答复，2句师承明州。然而方韵这首诗词还没有做完，仅2句诗句便得到圣人认可，师承明州。方韵这首诗词如果全部完成，不只是明州，而是镇国，一定是镇国。方韵完成整首诗，必可师承镇国。哼，方韵，即便你重回秀才境又如何？即便你第一个登上金龙潭又如何？千年邪恶的妖魂，一个小小的秀才根本不够看。
只是九品秀才境，莫奴便可以让我才气如长河。谢主人夸赞。方韵的气息，九品秀才。方韵，即便是九品秀才，也不该拥有如此浩瀚的才气。这种才气等级已经堪比举人境了，不合常理呀！方韵可是圣前1品秀才，他的才气等级岂能用寻常秀才来比较？看此子的态度，他注定会成为寒门未来的巨子。不行，必须找个合适时机诛杀方韵。龙生双翅，奇丑无比，非我大夏之龙，等诛！不好！该死的方韵，居然想要借助诗词凝聚的天地意象，镇压我体内的才气。方韵，你休想！苦妖灵剑护我冲上青石之巅！给我看！方韵，我如今也是9品秀才境，你能奈我何？乘风破浪3万里，送我直达星云巅。兵圣砚台，韩信点兵，你们上来呀！该死的方韵，你给本少等着！妖龙，给我诛杀此子！方韵，给本少滚下青潭！方韵是寒门崛起的希望，有望成为寒门未来的巨子。方韵妖龙，我冒着被圣裁的风险，也要救下方韵。我想起来了。难怪刘子成把科举考核设在兴隆坛，这头妖龙当年就是柳家先祖镇压于此，赤虎的柳家定是和妖龙融魂，达成了某种协议。方韵死！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师承明州巅峰，师承巅峰明州，只差一步就可达到镇国品级。哈哈哈！好一个人生得意须尽欢！此句一出，天地共鸣，引动文心、才气、文味3位一体的突破，乃是方韵天大的机缘。陈胜，属下建议圣院文库当为方韵这首诗词立碑。胡闹！方韵这首诗词还没有达到镇国品级，怎能立碑？没错，方韵这首诗还未完成，谁知道他会不会才气耗尽？宗朝柳山，是你们眼界太窄，还是嫉妒蒙蔽了你的心？你柳家和宗家后辈无才，就认为天下再无天才。方韵仅仅6句诗，便已师承明州巅峰，只差一步即可镇国。此等惊世诗句，五脏六腑流淌的紫色浩然之气，骨骼发出清脆的嗡鸣，每一寸血肉都在被紫色文气重塑。1品举人境，才气如江海。恭喜主人争得1品举人。这就是举人境，莫奴加持下，才气力量比9品秀才强大了10倍不止。我的天哪！方韵1部9品童生，2部9品秀才，3部正道举人，上元大陆前无未闻啊！方韵好样的！方韵10次落口，从未放弃。方韵注定会成为我寒门未来的巨子。嘿，方韵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他注定会死在妖龙手上。方韵察眼之计，正道举人，无心难安。雷鸣，住啊！趁着妖龙对方韵出手，助我登上青龙台，留下必有厚礼回报。好，下圣金宴。天生我材必有用。死！方韵，你死定了！书生，我登顶青龙台，夺得了科举榜首。妖龙不攻击我，而攻击方韵，证明我是书院认可的天纵之才。方韵先前肯定作弊了。请诸圣许圣裁，诛方。废！安敢在此饶舌无面？文公开，浩气行，千金散尽，还复来。师承镇国，
镇国师谢世了，12文曲星动。当年孔圣成圣时，方才引起12文曲星动。方韵只是一首镇国诗。方韵，好样我寒门的骄傲啊！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方韵，好一首镇国诗！我寒门终于有了自己的镇国诗了。是啊，终于不用低眉弯腰的使用氏族那首镇国诗了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他作弊！一个寒门剑儒，怎么可能写出镇国诗篇？这一定是幻术！书院才气认可，你说这是幻术？金樽沽酒，文功阔如江海，这是文道灌顶，九品举人巅峰境，爽！主人，动手的还在后面呢。莫奴，今日我将于此正道1品进士，进士才气如汪海，斩妖龙夺灵宝。好的，主人。此诗名将进酒。文胆阴如金刚，终于正道1品进士境。刘禅，你诓我！你明明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1品童生。我的文宝不！庶子休想！尔敢！住手！三圣必要，尔等庶子找死！方韵兼顾人族兴旺之重任，尔等竟敢企图灭杀！孙家后辈听令，此后孙子家族以方韵唯命是从。谨遵圣令，学生谢兵家3圣必有，同窗见证方韵今日所为，非一己之私，乃为争一口气。世道不公，我就为天下寒门开一道门。刘子成、雷鸣，你们2人去给宇文杰为此磕头道歉。方韵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方韵，最好想清楚，彻底得罪刘家和雷家，你日后在晋国寸步难行。方韵，算了，不行，我说过，他们辱你，必须跪下道歉。哟，小娘子，方韵那个废物呢？教不出束修，躲起来了。你这等姿色，跟着方韵那个废物白白糟蹋了，不如跟了我们柳少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我生是方家人，死是方家魂，你们再敢逼迫我，我就死给你们看！跪着就得想玩弄你。今日你2人若是不跪，我必以进士文位请圣裁。是说算，还是诸天圣人的心意说算？跪！我得知错了。龙鳞主房，砚台主谋，圣业主公，刘子成、雷鸣，你们2家送来的嫁妆，方韵、小娜。方韵，想你死！方韵，你还要2品测验？我哥雷等是9品进士，到时定要你狗命！嫁妆，方韵说嫁妆，他的意思，方韵要娶我。方韵，你做的极好，这才是我辈读书人应有的铮铮风骨。不畏强权，护持本心。方韵小友，你与玉环姑娘情深意笃，患难与共，却至今未行大婚之礼，实为汉室一桩。老夫毛遂自荐，为你2人亲自主持婚仪，则以良辰吉日成就这段佳话，你看如何？能得诸葛前辈主持大礼，是晚辈的福分，晚辈感激不尽。不过小友啊，
你之前应允老夫，让我诸葛家先祖显圣一事，可还记得？学生自不敢忘。前辈稍等。三顾频繁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身先死。先祖不孝子孙诸葛令如见过先祖。后世学生方韵见过先生孔明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这便是孔明先生的风骨。匡扶汉室，为天下苍生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虽死无憾。我辈读书人当如是。后世学生陈观海见过孔明先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。孔明先生将神机墨宝出师表，就这么大方的赠予我了。主人，孔明先贤也是想要诸葛家后人与主人结个善缘。学生谢孔明先生赠宝。我诸葛令如以诸葛家主传令，从今日起，我景国诸葛家上下为方韵之命侍从，听凭调遣，万死不辞。违令者逐出诸葛家族。方韵，我已推荐你入学院为翰林院士，此位虽无实权，却可享景国国运加持，对你日后晋升大儒境界有很大的助力。学生谢过陈胜。且看方振国于金龙潭前一句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”。天生我材必有用。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将进酒流传整个晋国，假以时日，定可流传至圣元大陆各国。到时候将进酒定会一举成为传天下的诗词。刘山等人阻止将进酒入书院文库，简直可笑。这首诗注定会成为传天下的诗文，到时我的才气力量会更上一步。主人，我有预感，和我同为儒门三大至宝的墨女快要出世了，而且墨女妹妹也和主人有缘，儒门三大至宝，墨女？儒门三大至宝，墨奴最强辅助，墨女最强进攻，妹墨最强防御。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，只可惜前年之前妖族进攻人族，我们三姐妹为了守护人族失散。墨奴放心，你都说了，墨女与我有缘，到时候你们一定会相聚的。柳下，诸位放心，先祖被方韵蒙蔽，我不会。我堂堂兵圣世家，去辅佐一个寒门穷酸书生，先祖老糊涂。第20课卷，方韵必须死。留下，方韵那首《将进酒》在锦国大街小巷流传，假以时日，必蜕变成传天下的诗词。到时寒门将压制我们士族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柳相，第2世必须启动试问计划。让刘向的义子季之白、雷胜的长子雷动，还有我儿宗友三人联手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让方韵死在考场里。没错，他竟然引动了孔明先生、诸葛老匹夫，更让整个诸葛家听从方韵调遣。此子不死，假以时日，对我等世家定是天大的隐患呐！所以方韵必须死，本相说的。放心。本相都安排妥当了，3日后的书院第2考，地点设在书院3山。柳相的意思，书院3山书海，季之白、雷动、宗友3人
上一次晋升进士没有入三山试炼，这次刚好有借口。他们三人都是9品进士，还担心杀不了一个1品进士的方韵。刘相说的对，方韵必须死。一个寒门庶子，竟敢屡次挑衅我等世家威严，早已死不足惜。我们就是要让天下所有寒门都看看，敢于挑战世家权威就是这个下场。联手诛杀方韵，寒门绝对不能骑在世家头上。到时方韵只会是三山试炼里一个不幸陨落的意外。哈哈哈哈哈！方韵，您定能在书山考核中再创佳绩，为我等寒门争光。没错，让那些世家子弟看看，我们寒门也不是好欺负的。诸位放心，我必全力以赴。方韵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严大人，此话何意？严泽伟，柳深的部下定是受了柳深的指使，竟然答应你混蛋！哼！我奉命维持书院科考秩序，你在此聚集众人阻挠公务，已是重罪。我劝你立刻放弃参加书山资格，跟我回京兆府大牢走一趟，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。尔敢！我乃圣洁1品进士，动我如动诸圣。我等寒门学子恭送方进士前往书院考核，怎地就成了聚众闹事啊？没错，我们何罪之有？牙尖嘴利，满口胡言狡辩，何罪之有？你们出身寒门，便是原罪。好一个出身寒门便是原罪！既如此，今日我便送严大人一首诗。不奴，旁系打油诗来了，主人，奇书天地，诗词出现。可笑严则为，长江冷眼观螃蟹，看你横行得几时？可笑严则为，长江冷眼观螃蟹，看你横行得几时？哈哈哈！好一只横行的青头大螃蟹！哈哈哈！盐螃蟹横行到几时？好一个方韵，杀人诛心呐！剑眉公，方韵此子如何？七杀碑文，杀气淬骨，将进酒，豪气冲天。如今这首螃蟹诗，哈，看似骂严则为，实则就是在骂他背后的柳山。最难得的是，方韵有一身铮铮铁骨，满腔凛然胆魄。我人族有望妖族进攻我人族边关，战事逼迫的紧，我需要尽快赶往边境，否则真想和方韵这个小子畅饮一次，不醉不归呀！等你回来。你盐螃蟹，看你横行的几时，一席都撑不住。方正国，方正国，寒门居死！无能的严则为，竟被方韵一首诗词气得吐血3丈，废物！哼，放心，他得意不了多久。书山2考，我父亲已布下天罗地网，方韵的死期到了。你就是方韵。听说你做了一首镇国战诗，君不见长江之水。庶几，长江和黄河都分不清吗？跟着方正国，我的底气都不自觉的足了。以前面对季之白这种世家子，我双腿都打着；如今跟着方正国，我脊梁不自觉的挺直了。季之白，上一届科考的状元，左相柳深的义子，特意针对我而来，那我何必客气？雷斗，雷家真正的天才，宗佑，宗家直系，传闻拥有3阶金子文能。方韵不过是投机取巧、哗众取宠罢。书山之路考的是经义底蕴，可不是几句打油诗就能登顶的。方韵，你一个出身寒门的泥腿子，侥幸过了科举统考，就真以为自己是文曲星下凡了？我赌你今日必定淹死在书海之中。哼，走着瞧。他们3人身上
藏有各种墨宝。这个世道果然没有公平，我们要向方振国学习。既然没有公平，那就靠满腹诗文打出一个公平。方韵，我有义父赐予的灵书，完全可以抵御幻境。今日你必须死在书山考核中。放弃吧，你就是个废物，你注定失败。10年寒窗空余恨，榜上无名心自哀。方韵，你这时势落魄的废物，还不滚蛋破碎！秋风萧瑟，天气凉。废物永远是废物，火舞扶桑一日光。方韵，混蛋，给我练！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祸延中。千磨万击还经济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明灯冲霄，竟是明灯冲霄！方韵怎么可能练手诗词引动明灯冲霄的天地异象？这绝不可能！作弊！方韵定是以不可告人的方式作弊，唯有圣道典籍雏形出现，方可引动圣道共鸣，方能显出明灯冲霄的异象。他区区一个进士，凭什么？方韵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行舞弊之事，窃取圣道财气！此等行径，乃是人族之耻，圣院之辱。我提议，即刻剥夺方韵的3品进士文位，废其文功，以儆效尤。雷兄所言极是，此子心术不正，若任其成长，必为景国祸患。明灯冲霄，我看不过是些惑人耳目的障眼法罢了。一派胡言！明灯冲霄是圣道共鸣、天地认可的意象，尔等身为景国半圣，竟因一己之私颠倒黑白，污蔑天才。柳山，收起你们那点私心，当着天下人的面，你们想扼杀我人族未来的希望吗？哼，希望！一个品行败坏的窃贼，也配称作人族希望？今日我等便是要为书院清理门户，请圣院下令剥夺方韵文位。明灯冲霄，圣道认可，此乃天地为我作证。莫奴，助我！来啦！你们世家屡次3番反污我民，究竟是何居心？方韵刚才竟然拥有才气威压，我竟然一瞬间不敢与他直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方韵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这是九阶的意象。9阶琉璃心！该死的方韵，该死的朱天胜！入圣啊！你不怕天雷滚滚把你劈成渣渣？刘胜、雷胜、宗胜，当一个人的无能与嫉妒到了极致，是不是就会把所有超出他理解的天才都污蔑为作弊？方韵说得好，方韵接连引动明灯冲霄、金生玉阵2道天地异象，此乃1000年未有，是诸天圣人对方韵才华的最高认可。没错，刘山，你等要是违背诸圣的意愿，难道不怕引起诸圣的怒火？刘山，白家先生们虽已仙逝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他们的意志永存。你等世家如此行径，就不怕诸圣意志显化，降下圣才吗？幻境只是第一关，让方韵过。好，幻境关，诸考生过关，准备第2。等等，方韵以秀才之身，引动双重圣道异象，文胆晋升，乃我人族之幸。我建议方韵入书院文功洗炼池，静泡1日，以固根基。
可以，但是书院的赏赐当雨露均沾。主人，好熟悉的气息，没错，是墨女妹妹的气息。你确定？不会错，主人，我这就释放奇书天地的财气。好。好霸道的财气，只能一丝丝炼化。爽，太爽了！让财气来得更猛烈些吧！我痛苦不堪，方韵竟然在戏水，气煞我也！为什么洗炼车能让不攻击方韵？九品剑士剑，我区区五品剑士，还是星级剑士，怎能压我一头？怎敢压我一头？你们快看，方正国竟然在财气洗炼池中戏水！你们看世家弟子们痛苦不堪的神色，再看方正国，孰高孰低，一眼便知。哼，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说不定下一秒主圣，我不服，方韵又作弊！我要请闭嘴，老子坚持下去。柳相，你看那方韵，他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啊？本圣也觉得奇怪，财气洗炼池的能量无比霸道，任何墨宝在洗炼池都不可能发挥作用。方韵不可能一点都不受影响，方韵定是苦苦支撑，不出一刻钟，他就会受不了。你气煞我也！3日，方韵竟然浸泡了整整3日，这怎么可能？主人，墨女妹妹要出现了！方韵，一池的盛宴财气全都吸光了。小女子墨女，传授于圣院地脉1000年，今日幸得公子引动圣道异象，明灯冲霄，才得以化形。墨女，公子身负浩瀚文运，乃人族天选之子，墨女愿认公子为主，追随左右，请公子一定收下墨女。你能为我做什么？公子，墨女乃书院数千年的财气墨海所化，天生便可为主人提纯财气，令其精纯10倍。我可为主人加速书写，心念所动，诗词即成。主人危急之时，我更能模拟主人所学战诗词，出其不意，克敌制胜。太难听了，果然和莫奴说的一样，这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辅助翅膀。好，墨女，之后你便跟着我，我会给你一个惊喜。墨女妹妹，卢姐姐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是我是你的卢姐姐。主人，谢谢你让我和卢姐姐再次相聚。主人，墨女发誓，谁敢招惹主人，灭他全族。谁敢欺负你们，我就灭他10族。主人真好，那是咱们姐妹的眼光从来都不会错。那个，我先上，你们姐妹继续聊。你身上的财气，你只是区区7品剑士，你的财气怎能堪比大儒境界的财气？我翰林和大学士2大境界，一步正到大儒境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接连跨越翰林和大学士2大境界，此等荒唐的升级速度绝对不可能出现。方韵，你究竟对财气洗炼池做了什么手脚？我知道了，你获得了传闻中的儒门至高灵宠墨女，你从财气洗炼池窃取了儒门的至宝。方韵，你还不快把墨女交出来！窃取交出墨女择主，乃是天意。可恶，不许对我主人凶，否则要你们好看。主人，借你的文功，让他们看看何为天命。
罗姐姐，帮我！好嘞，奇书天地，金河财气涌动。墨女书院1000年的底蕴，即便是圣人也要纷纷抢夺。方韵，此等至宝，不配得之，必夺取。儒道尽头谁无畏？一剑方韵，终成空。雷鸣圣音，方韵又一次引发了圣道异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又是方韵？为什么圣元大陆的规则在他面前就如纸糊的一般？方韵，他难道是圣道的宠儿不成？哈哈哈哈！雷鸣圣音，这是方韵引动的第3道天地异象吗？陈小子，打个赌，方韵会不会一步大儒？前辈开玩笑，大儒境难如登天，整个景国的大儒也就不过上千人。这是圣颜洗身，是圣颜洗身，圣颜沐浴，这怎么可能？凭什么能引动文曲星亲自降下圣颜？定是墨女这等至宝才能引动圣颜洗身。墨女不势在必得，方韵屈死。7品翰灵镜，3色财气如江河。下一关书海实验，方韵必须死。下一关书海实验，雷和七十盘，看到方韵。7品登天，方韵从7品进士，直接升到1品翰林。柳少，方韵越来越强大，他必会报复我等啊！方韵，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背叛人族，是你逼我勾结妖族杀。书海无涯，苦作舟。这一考你们应对不同场景时的随机应变。书海关，第一个通过书海之人，便可进入下一世，登文庙3山。登顶文庙3山，便是本次科举榜首，可获得书院至高荣誉古今无双的称号。获得古今无双称号者，可代表景国书院参加下个月的圣院麒麟阁试炼。尔等切记，书海试炼不得使用任何墨宝，否则会反噬其身。圣院麒麟阁试炼，这是所有学子毕生的追求。我景国被各国天才碾压，已经10年没有上榜麒麟阁了。上一届季之白代表景国，最后竟然名落孙山，丢人现眼。圣院，圣元大陆最高殿堂，权力甚至可以凌驾于皇权之上。获得麒麟阁试炼榜首之人，其家族世世代代由圣院供养，即便在朝堂之上痛骂皇帝，皇帝也只能乖乖受着，绝不敢反驳。方振国是时候多一个方无双的称号，学生势在必得。方韵，别得意太早。哼，方韵，这书海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众学子，入书海。我的船！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星梦夹星河。方振国这是江郎才尽，连一首画船只的诗词都难以做出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墨奴，来啦，来！方韵作弊，书海不可使用任何墨宝。方韵作弊，请圣裁。
宗朝、柳山、雷令，你们3个老家伙，好歹是半圣之尊，在后辈取子面前，能不能不要表现得像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？柳山，书院立规1000年，书海试炼的条陈里可曾写过不许使用墨宝这一条？书海乃孔圣意志所化，自成天地，会本能排斥一切万物墨宝，即便是亚圣亲临，在此地也休想动用半分墨宝之威。即便是儒门至宝墨女，也不可能无视孔圣在书海设下的禁制。方韵，你身上定然还有其他秘密，不止墨女这一个至高灵宠，身上还有其他儒门之礼，都是我的，必须是我的。书院的规矩对墨女和墨奴联手而言，形同虚设。墨女本就是精选书院1000年才气而生，墨奴有齐天书院的星河才气，有2女辅助，这书海不过是我家后花园的泳池罢了。快看，方振国已经一骑绝尘了！方振国何止是领先，季之白他们中，连方韵激醒的浪花都吃不了。唯有方韵才能代表我们寒门去闯那圣院麒麟阁。雷动宗勇，我们不能再等了，动用秘法，绝不能让方韵夺得龙头。好，今天就让方振国变成方沉船，让方韵知道得罪我们世家的下场。季之白9品翰林，宗勇5品翰林，雷动7品翰林。柳山、宗朝、雷令，竟让这些后辈动用秘法。柳山，你可知一旦动用秘法提升境界，文心损耗，他们此生只能停步大儒境。陈观海、诸葛令儒，你们可莫要血口喷人！你们哪只眼睛看到他们动用秘法了？雷动乃是我雷家天才，难道就不能突然顿悟7品翰林境吗？2位的意思，只许方韵打破圣元大陆规则，我儿宗勇打破规则，就是动用秘法。季之白3人的境界怎么突然提升到了翰林境？定是柳相等人为他们动用了秘法。季之白9品翰林境，雷动7品翰林境，松勇5品翰林境。3个翰林境，方韵威仪！新风怒号浊浪排，暗箭穿心水中来，覆舟噬魂葬深海。墨女、墨奴，请赏。好的，主人，看我们姐妹的天出法随，万法归元。反哺主人。一天，墨女和墨奴姐妹联手太逆天了，顺子叫我提升至2品翰林境，即便是世家弟子，各种先天条件加持，在翰林境期间，每升一个品级都需要至少1年的时间。天，小丑！路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。这楼船，书海试炼1000年，从未有人幻化楼船。为什么？诗词可以引渡圣道意象，写人文章都可以幻化楼船。天哪！楼船，方振国竟然以文幻化出一座楼船，1000年书海从未有过如此壮举。我想哭，为方振国的铁骨铮铮而哭。哭个屁呀！我们应该笑，尽情的笑。对，方韵是我们寒门之人，他注定会带领我们寒门崛起。继兄，方韵疯了，他要驱动楼船撞死我们！慌什么？我义父早有安排，今天这书海就是他方韵的葬身之地。蜀山，你对书海做了什么手脚？哼，陈观海，你看到我对书海做手脚了？方韵可以凭借墨影无视书海规则，我柳山亦可凭借对书海多年的布局，利用书海规则而操控规则。柳相出手了，方韵，
你已入书海地狱。心魔幻境，才起风暴，古文迷宫。我看你这次怎么死！趁方韵被困，动手！骇客弹瀛洲，烟涛微茫信难求。我烧丹灶，孽龙起风波，巨鳌手带山，怒掀万丈涛。雕虫小技，虚妄之极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。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今当远离，临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。不，怎么可能？我们的合击之术竟然被他当成了补品。义父的手段，他怎么轻松就破解了？我雷口不是书海规则也就罢了，但孔明的出师表怎么可能？方韵怎么可以接二连三的无视书院规则？不可能！本相亲自。方韵怎能无视书海规则，动用出师表？方韵，本相可以肯定，您身上至少有2大儒门至宝，所以必须死。2大儒门至宝都是本相的。刘禅，出师表可是我诸葛先祖孔明先生亲自赠予方韵，出师表带着先生的意志，自然可以无视书海的规则。多谢3位的馈赠，现在该我还礼了。方韵，我跟你拼了！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联手诛杀此两。自寻死路，彼岸风惊草，将军夜引弓，平明寻白羽，莫在石棱中。不，方韵，我错了，方韵，尔敢！孙长青，你这是何意？雷兄，学生之间比斗，我等半圣岂能插手？长青，背叛本相！柳相此言何意？先祖有言，孙子家族全体听凭方正国调遣。柳相，莫非是要我背弃先祖之命？刘禅，方韵接连引发惊圣异象，这是何等的大气运！说他是人族气运之子都不为过。此时不向方韵示好，正待何时？哼！我的文弓碎了。方韵，你敢当着吾的面斩杀吾儿，我雷家与你势不两立！方韵，宗家必杀你！方韵，他竟然当着我父亲的面杀了我的兄长！方韵，今天几日，他竟然已经成长到了如此恐惧的程度！雷鸣，方韵今日敢当着我父亲的面杀你兄长，还是他就敢杀你我？所以方韵不死，死的就是你我。可是方韵有诸葛令儒守护，如今就连孙长青都选择了方韵。方韵定会代表我晋国去麒麟阁，到时我们可以联络妖族，让妖皇暗中潜入麒麟阁，诛杀方韵。哟，小点声！我记得你们雷家掌管麒麟阁翰林通道，到时李之白，有时活着比死痛苦千倍。我要让你余生的每一天都活在今日的恐惧与悔恨之中。我要让你们世界看着我是如何一步步登临绝巅，而你等只能在泥泞里仰望我的背影。方正国威武，这才是我们寒门弟子该有的气魄。方正国防无双，无双霸气，驾死楼船，横渡巡海，当为我辈楷模。逆天，太逆天了！初次沐浴的片刻功夫，我瞬间就是五品翰林境，3色才气如汪洋。楚国虚胜，临骚屈原。屈原圣为何会降临我简国书院？这不合理智。亚圣险胜，
不都应该在本国故土吗？是因为方韵，定是方韵刚才引动的财气，蕴含了离骚的无上真意，跨越两国，勾动了屈原圣魂。方韵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难道你是诸生流落在外的私生子不成？我苦读20年，竟不如你一日顿悟，我不甘心。后世学子方韵，一身风骨，心系苍生，志存高远，不堕我人族读书人之风。今日我屈原愿为方韵护道，立其文图，直至圣道。护道？楚国的虚圣屈原竟然愿意成为方韵的护道人！天哪，方韵的气运简直逆天！屈原从楚国万里赶来为其护道，意味着楚国国君见方韵都要行礼，都要为方韵唯命是从，否则就会被圣裁。不好说，楚国书院的天才楚江，如今已是3品大学士，他出身皇室，自然不会善罢甘休，轻易让出虚圣护道人的殊荣。陈生说的没错，虚圣屈原甘愿成为方韵的护道人，可是方韵一旦陨落，护道人的身份，楚国子民听令，见方韵如见母，当以其马首是瞻，助其成道，若有违逆，圣裁不容。我的天，虚圣屈原竟然为了方韵对楚国发下圣誓！如此一来，楚国上下见方韵如见亚圣。楚国先驱楚原竟不远万里跨国而来，只为给我一介寒门学子护道，这太爽了吧！主人，我都说了，您是人族气运之子，别说虚圣，以后就算是孔圣亲临为您护道，我都一点不奇怪。主人，墨女妹妹说的对啊，你们姐妹说的都对。学生方韵，谢屈原先贤为我护道。方韵，这切上大道，先得到武侯诸葛孔明认可，如今竟连楚国的亚圣屈原都甘愿不远万里跨国而来为你护道，欺煞我也！欺煞我也！方韵此子断不可留，3日后第3山考核，便是你的死期，必须死，必须死，必须死！蜀山第2考结束，方韵位列榜首，获楚国虚圣屈原护道。3日之后，方韵一人于文庙进行最终考核，登顶第3山。奇耻大辱！自我楚国立国以来，可曾有过如此奇耻大辱？我楚国天才无数，难道就无一人能入虚圣屈原法眼吗？王子楚江何等天纵之才，屈原虚圣为何不选择3王子？为何要选倾国之人？那方韵不过是楚国一寒门穷书生，而且只是9品翰林而已，何德何能？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写出几句歪诗罢了。为什么？我楚江身负皇室血脉，3岁识文，5岁成事，8岁师承郑国，苦修20载，诗词歌赋经义策论，哪一样不是楚国第一？我才是楚国最耀眼的天才。虚圣屈原为何不选我？那方韵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晋国的5品翰林，一个低贱的寒门贱种，他凭什么得虚圣的青睐？凭什么？我不服，我不甘心，虚圣护道的荣光只能属于我楚国，只能属于我楚江。方韵很好，1个月后的圣院麒麟阁试炼，所有圣元大陆的天才都会参加。届时我会亲手将你这个窃取我楚国荣耀的窃贼狠狠地踩在脚下。我要让天下人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天才。方正国可还满意这处宅院？有劳孙胜破费，学生自是满意。玉环姐，满意吗？那我们的婚宴就在这座宅院举行。都听你的。孙胜，到时我和玉环姐的婚宴还要有劳孙胜帮忙操办。方正国客气，先祖有令，家族为方正国马首是瞻。方正国的婚宴，我自然100倍用心操办。孙长青先前不惜违背孙子圣人的意志都要打压我，如今却是送我这么大一处宅院，定是看到了我的潜力，
所以才不惜与柳山等人决裂。果然，实力在任何地方都是有道理。方振国，先前我愚钝，还望方振国不要介怀。强者为尊的世界，学生自是不会介怀。直指本性，圣道指向了终极势力。听闻建国100年各种天才，困在这处迷雾长廊，没有一人通过第3山的考核。更有甚者，文旦、文信、文公都会在这里破碎，让我批评最难的圣道之路。迷雾长廊考核的是内心最深的恐惧，可不是做几首酸诗就能过的。没错，他方韵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的废物，做了首镇国诗，就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。这第3山定会让他原形毕露。方韵，本相已在第3山的长廊梦境中为你设下了重重的陷阱。我要让你登顶靖国之君，权倾朝野，享尽荣华富贵，然后再让你从云端狠狠摔下。我要你亲眼目睹父母被害，靖国覆灭，亲友惨死，让你品尝这世间最深的恐惧与绝望。时辰已到，第3山考核开启，方韵入长廊。哎，你们说，方韵会选哪一道？这还用问？同生事时，方韵可是立下了7杀碑文，杀伐果断。他呀，肯定会选杀道。陈小子，你觉得方韵会选哪一道？陈小子，你觉得方韵会选哪一道？方韵此人看似年纪很轻，实则胸有丘壑。他应该不会执着于杀伐，我猜他会选冰道。不，你错了。方韵能走到今日，靠的不仅是才气，更是他那颗心系天下寒门的人心。若非如此，我诸葛家的孔明先祖又怎会选择他？他一定会选人道。方韵啊，方韵，无论你选择哪一道，都注定要在我为你编织的噩梦中永世沉沦。主人，众生之道似乎有媚姐姐的气息。主人，媚姐姐，全民媚目，我们3姐妹中的老大，灵宝中最强的防御，没有之一。不可以，主人，不可以进入众生之道，因为我感应到众生之道的阴晦气息太强大了，我没有把握帮助主人。可是，错过这次机会，媚姐姐，记住，主人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知道了。走。带你们去见你们的姐姐。主人，没事，我本来也决定要进众生之道，这就是我的道。众生之道，方振国竟然选择了众生之道。圣元大陆千万年来，从未有人敢选此道，更无人通过啊！哎呀，托大了！方振国太托大了！即便是晋国那位千年第一天才柳宗元，先是便引入圣婴降临，1岁名言，2岁做明中师，年方30，必是9品大学士，更是我等辈中第一个通过3山考核之人。可即便是他，当年也不敢触碰这众生之道。此子怎敢选这条绝路？当年邻国司马家的半圣司马如何等精彩绝艳，欲以半圣之尊强闯众生之道，最终也险些道消身陨，功败垂成。这个方韵，我千叮万嘱，迷雾长廊万道皆可选，唯独这众生道是取死之道。他竟将我的话当作耳旁风。众生之道，方韵竟然走进了众生之道，天要亡他，方韵必死无疑。可惜我不能亲手将方韵碎尸万段，以继母儿在天之灵。方韵啊，方韵，你不过以寒门庶子，侥幸得了几首镇国诗，蒙受2位亚圣青睐。
真以为自己逆天改命了？方韵，你可知，你选择众生之道，就意味着我为你精心编织的所有梦魇都已汇聚于此道之中。你踏上这条绝路，众生之道，墨女也绝对会被压制。如若墨女在众生之道还能现身，我柳山给你跪下叫爹！方韵，你便好好品尝这世间最极致的痛苦与绝望。哈哈哈哈哈！寒窗苦读数十载，竟连童生功名都不得，你凭什么可以知道翰林？主人，我出不来，众生之道的一直压制着我，都怪我。主人，都怪我。我有什么用？想办法帮主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众生梦魇，文道业力何等之重？方韵文胆必裂，文心必碎，文功必毁。火儿雷动，看到了吗？方韵他自寻死路，他去给你陪葬啦！我儿总有，方韵惨死也可以安息了。不该，方韵不该选众生道。众生因果业力何其恐怖！那些落榜书生，那些战死沙场的英魂，被妖族晦气污染，身不由己。这业力会尽数驾驭他一生啊！众生业力专毁文道根基，文胆、文功、文心尽数碎裂，方韵便是万劫不复。方韵，我终于亲眼看着你惨死在众生之道。方韵，本来我也暗中联络妖族大妖王，等你进入麒麟阁时暗杀你，现在看来你根本活不到那时候。哥，我替你报仇了。哼，雷鸣，你要不要脸？你连直面方正国的底气都没有，也敢在此淫淫狂吠！穷酸书生，没了方韵给你们撑腰，你敢如此对我说话，找死！主人，我不能看你陨落，我自爆，以我性命换主人一线生机。结束了。众生之道的恐怖在于它汇聚了古往今来的一切负面之力，亚圣之下，入之必死。方韵终究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代价。路漫漫，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不可能！别说屈原只是楚国亚圣，就算是我景国亚圣孟子亲自做方韵的护道人，也绝不可能破开这众生之道凝聚的梦魇。哈哈哈哈哈！果然如此，我就说不可。傻丫头，还以为我要自爆？我都说了，要带你们去找你们的妹姐姐。主人，好了，帮我。我方韵愿为天地立心，愿为生民立命，愿为往圣继绝学，愿为万世开太平。给我破！虚圣比干的七窍玲珑心。虚圣比干，虚空显圣，难道是柳宗元正道大如镜了？虚圣比干，七窍玲珑心，虚圣是要选我成为护道人，只是相比虚圣比干为我护道，我更想亚圣墨家巨子成为我的护道。啊！虚圣比干，七巧玲珑心，遁走了！天哪！七巧玲珑心和虚圣的身影，遁去的方向好像是景国。景国！天哪！前些时日，楚国虚圣屈原险胜，不远万里前往景国，成为方韵的护道人。难道我晋国虚圣比干
也选择成为方韵的护道人。晋国，方韵，比干！我晋国的绝世天才柳宗元，配不上让你护道吗？谁？究竟是谁让虚圣比干显圣，而且还让虚圣比干的七窍玲珑心显化？庆国除了我，还有谁能获得？晋国，方韵。可是方韵已经有了楚国虚圣屈原做护道人，护道人只能有一位啊。方韵，你敢如此羞辱我！麒麟阁试炼，我要你死！是如袍虚圣陈庆之将军，名师大将莫自劳，千军万马必白袍。虚圣陈庆之先生，西迁白袍军。老三陈若生闭关许久，也该正道大儒了。老三走的就是兵家的路子，如今虚圣陈庆之显圣，定是要成为老三的护道人。太好了，虚圣陈庆之，我生平最敬重的先贤陈胜，竟然选择成为了我的护道人。学生见过陈胜，学生谢陈胜为我护道。陈胜，你怎么？我在这呢。陈胜，你要去哪儿？晋国就是方韵啊！方韵，你抢夺楚国屈原，再夺晋国比干，如今又夺我陈国虚圣，方韵，我与你不共戴天！虚圣陈庆之率领7000白袍军遁走了。天哪！陈将军和白袍军遁去的方向好像是晋国，晋国又是晋国，又是方韵，晋国方韵，他难道天生自带西圣光环？不然为什么诸国虚圣都不约而同的选择方韵成为护道人啊？晋国方韵，陈庆之，朕的儿子陈若生，难道不配让你护道？比干，陈庆之，你们难道不知道护道人只能有一位吗？快看，是武生关二爷！武生关云长先生，难道是关云长后代子孙中最耀眼的天才，关圣正道大儒？引东先祖关羽显圣，为其护道。后世子孙关圣见过先祖。不错。谢先祖夸赞。先祖这是要成为护道人呢？有先祖为我护道，下个月圣苑麒麟阁试炼，我必夺得魁首。后孙多谢先祖为我护道。没说要为你护道啊。啊？你确实不错，但比起晋国那位方韵还是差了一些。不对，是差了108000里。方韵，孔明先生认可之人一定不会错。不去也。先祖，等等我！先祖，我才是您后世子孙，我姓关啊！晋国方韵，你欺人太甚！你有楚国屈原护道还不够，你还要抢我关家的先祖！麒麟阁试炼，我与你誓不罢休！关二爷遁走了，遁去的方向又是晋国，又是方韵。天哪！晋国虚圣比干，陈国儒圣陈庆之，如今我魏国的武圣关羽也选择为方韵护道。这一次不一样，我魏国的天才关胜，他可是实打实的武圣关羽的后代子孙呐！啊，这关二爷连血脉都不顾。以大义灭亲，选择成为晋国方韵的护道人。方韵究竟何方神圣啊？为什么各国虚圣都纷纷争抢，也要成为他的护道人？你是方韵的护道人，诸位此来何意？小七，我读过的书不比你少。虚圣护道，强者生出，无比你更适合成为方韵的护道。诸位前辈，晚辈倒是觉得方韵和晚辈的兵道不谋而合，所以诸位前辈请回，晚辈必将护方韵周全。小辈闭嘴！吾大义灭亲，连自家后辈都不选择，只为方韵而来，无志不改。吾必须成为方韵的护道人。武圣未免太霸道，我白袍陈庆之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吓唬我！诸位，按照辈分来说，你们都得叫我一声前辈吧。后辈不与前辈争，尊老爱幼如修的传统美德。你们都回去吧，方韵小友有我护道，你们尽管放心。
比干前辈若是绝世天才，晚辈自然会让。但方韵不同，他是人族气运之子，背负着人族的使命，恕晚辈不能让。我连家族后辈都不要了，怎能让？比干前辈恕难从命。都不给我这个前辈一点面子？好，那就手上见真章。谁怕谁？来吧！楚国4圣因为抢夺我景国的方域，竟然要打起来了。楚国屈原，晋国比干，陈国陈庆之，魏国关云长，4国亚圣皆为方韵而来，甚至不惜为了争夺方韵的护道人身份，都不顾虚圣的颜面，当空厮打。该死的，方韵究竟是什么体质？难不成真的是天生圣虚体质？虚圣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方韵，可恶的方韵！魏国武圣关云长竟然连后辈子孙都不管不顾，不惜跨越万里和其他虚圣撕破脸面，都要做你的护道人。哈哈哈！我果然没有看错方韵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好一个方镇国！难怪方韵会选择最艰难的众生之道。他竟有如此豪情壮志！别说4国虚圣，就算我景国亚圣孟子显圣成为方韵的护道人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何等气魄，何等宏志，何等愿景！方韵，吾辈读书人之楷模也。方韵，我孟子愿做你的护道人。去！亚圣孟子，方韵竟然真的惊动了亚圣孟子显圣，而且还成为了方韵的护道人。该死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方韵的气运如此逆天？孟圣先世1000年都未曾显圣过一次。小陈子，你嘴巴开过光？我就是随口一说，谁知道孟圣真的会显圣，而且还主动要求成为方韵的护道人。方韵竟然直接跳过第3山的试炼，这不合规矩。质疑亚圣是想连累我等位圣才吗？方韵登顶书山第3山，开创历史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古今无双。小莫、小奴，你们……姐姐，我没有想到还能再见到姐姐，我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妹姐姐了。真好，见到你们真好。我以为自己会永远被困在众生之道，永生受轮回之苦，没想到……奴家谢公子出手相救，若没有公子引动24文曲心动，众生之道永远不会消失，莫奴也将永远被镇压在众生之道，饱尝轮回之苦。奴家也永远不会再见到我的2位妹妹。举手之劳，应该的。哼，主人说的轻巧，妹姐姐，主人为了让我们3姐妹团聚，她差点死在众生之道。日后奴家这条性命就是主人的。哎，严重了，严重了。主人，我们3姐妹是伴随文道诞生的真灵，一文3圣。妹姐姐对才气化形的天地异象有着绝对的防御力，她能剥夺敌方诗词的墨韵，使其威力大减，甚至失效。而且妹姐姐还可以化身汪漠海女王，挥手间滔天墨浪可化作本源，吞噬一切才气，且无视任何等级限制。你听
三姐妹都逆天。死的风韵，先是窃取了我杂家书院千年底蕴所化的墨玉，现今又得到了传说中主防御第一的魅墨。为什么他的气运如此逆天？留下。方韵先后获得儒门2大至宝，4国虚神为了他，竟不顾脸面当空厮打。如今更有千年未显圣的亚圣孟子为其护道。方韵此子断不可留，他如今都有亚圣护道，若再任其成长，将来必会骑在我等世家头上作威作福。他何止是获得了儒门2大至宝，我可以肯定，方韵拥有了儒门3大至宝。他越是要死的就越快。方韵，是你逼我背叛人族的，是你逼我勾结妖族的，去死！终于整到9品翰林境了，3色才气入江海。诸位，谁还愿意成为方韵的护道人？皇上，护道人不是只能有1位吗？谁说的？方韵有圣贤之心，我愿以我7窍玲珑心助他明辨是非。方韵有忠义之胆，我愿以赤金文胆助他永镇妖邪。方韵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我愿以我之金色荒古文功助他为人族开疆拓土。善。天佑我景国！天佑我景国呀！映射出了了不得的圣贤，我景国当兴！是方振国，一定是方振国！小韵，你已经妖眼到了这种程度，我绝对不会拖你的后腿，我要努力追上你的步伐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。方韵为天地立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此4句可有篇名？回梦生，此篇名《横驱4句》。好一个简简单单的横驱4句！景国方韵立横驱4句，我孟子亲批，此篇传告天下。方正国，这是为我等寒门，为人族苍生立下了万世不易之宏愿呐！哎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景国的方韵。从今往后，看谁还敢说我寒门文道示威！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。方韵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寒门穷酸腐儒也配立此宏愿？这本该是我柳宗元的志向，是我靖国盛世该有的气象。方韵，你是窃贼！你窃取了我的圣道，窃取了本该属于我的荣光。方韵，你等着，麒麟阁试炼，我必让你跪在我脚下忏悔！疯了！方韵真是疯了！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此等愿景，连半圣都不敢轻易宣之于口。他方韵怎敢？他凭什么？木朽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方韵，你站得越稳，摔得就会越惨。
绝不会让你好过。呸！为生民立命，尽是些虚妄之言。这世间唯有实力才是根本。说的天花乱坠，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腐朽书生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什么鸿雁都是狗屁。方月，麒麟阁比武台上，我关胜定要你知道什么是真正力量。我倒是谁如此大排场，原来是得了亚圣垂青的方琼算。怎么晋国无人了吗？需靠圣人余音才能踏足其地。哎，柳兄此言差矣，亚圣护道那也是本事嘛。只不过这麒麟阁靠的可是真才实学，别到时候德不配位，摔得太惨，连累亚圣他老人家脸上无光了。哈哈哈哈！方韵，你的住所安排在甲字7号院。且慢，方韵，你不过区区寒门一介书生，何德何能去此甲字7号院？我乃陈国陈若生，论修为，论名望，哪点不比你强？这院子该让出来给我才是。好狗不等道，洞天福地，这就是甲字号卧房的好处。文攻义下，自成一剑。方韵怎么可能在翰林敬就亚圣护道？难道真能逆天至此？方韵只是九品翰林，既然文功自成一剑，若是任其成长，岂不是注定被方韵碾压？诸位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联手。方韵想想寒门腐儒，你等竟然联手，可笑。柳宗元向来自负，方韵可是有孟胜亲自护导，到时候柳宗元自讨苦吃。何止是孟胜，还有我陈国的儒生陈庆之护道。官家先祖弃我不顾，竟然不远万里跑去景国为方韵护道。我楚国虚胜屈原不也是不远万里跑去为方韵护道？所以柳宗元不联手，我等联手。好。方韵因横渠4句名动天下，此番文心梯实力，我等联手打压，让其文功碎裂。我这有祖传的破胆体，可引动他人文胆恐惧，来一同侍卫。麒麟阁出世，文心梯开始，登顶者方为通过。万巨墨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怎么可能？万军莫连大儒都难以抵挡，为何毫发无伤啊？我的破胆体石沉大海，竟没有半点反应。关胜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出手啊！俩傻子，我家先祖是方韵的护道人，你让我对付我家先祖？方韵，不愿成为你的小跟班，你要带我正道成圣。好，废物，一群废物，看来只能由我亲自出手镇压了。方韵。我以我柳家半圣先祖之血为引，为你招来最恐怖的心魔，给我落入无边炼狱吧！心魔幻象，明显。小月，救救我们！好痛，我们好痛啊！你这个不孝子，为何要抛下我们？为何？方韵，任你才高八斗，也过不了亲情一关。你的文心，给我碎！不可能！我的心魔秘法怎么会被一声冷哼破掉？是孟胜！漂亮技术，好说。方振国，靠样呢！这一次我景国与方韵必夺麒麟阁榜首。文心台试炼，方韵榜首。3日后第2关战师。
哼，方韵，你怎么来？我们10国天才联手，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希望能受得起。方韵，这是集我等数人之力，以讨逆西文崔胜的最强手将，其威力足以媲美大学士巅峰剑。哈哈哈哈哈！方韵，此乃绝杀之举，你今日必败于此。借君子之气，既可守护，亦可扫清宵小。幽人归独卧，至绿洗乌青。持此谢高鸟，因之传远行。日暮沙漠垂，战声烟尘里。宝剑吟。不可能！他怎么会连我们的战将也？义士，清空战尸灵，这是人能做到的事吗？方韵，我不服，一切还没有结束。战尸林，方韵榜首。7日后，麒麟阁最后一考，孔圣显圣亲临考核。晋国柳宗元、魏国关胜、陈国陈若生、楚国楚江表现出众，可入藏宝秘阁寻墨宝。哈哈哈哈！没有方韵，方韵，你借助孟胜，圣院定是判你作弊。方韵，文心台榜首，战尸林榜首，双榜状元，可入藏宝内阁寻宝。可恶！上去！啊！是孔圣出笔春秋残简，终于还没到，你先取宝物，只要得到此物，今日之辱100倍奉还。好强的劲质，我就不信！大家一起上！哼，方韵，你来晚了。此宝有圣道禁制守护，连我们都打不。这是王位晋升的印象啊！他吸收了残简的力量，在临阵突破。不可能！三品大学士，你怎么可能当场就晋升了？这不合常理。我的常理，不是你的常理。方韵，你夺我等机缘，就算你侥幸晋升大学士又如何？你以为你今天还能活着走出藏宝阁吗？难怪仙仙比干没有选择你，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因为你不配。你洒家先祖吕不韦的梁天尺，他们竟然主动认你为主！方韵，我等你许久了。胜利，孔圣显圣！怎么可能？孔圣先世从未显圣，怎么会？亚圣孟子显圣，为方韵护道。孔圣显圣，难道也有选择成为方韵的护道人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孔圣显圣，怎么可能？留下！我们已经通知了妖族的3大妖王，通过藏宝阁暗道降临玉海关，诛杀方韵。如今孔圣显圣，一旦察觉，你慌什么？孔圣意志绝对不可能显圣太久。你忘了，孔圣意志要支撑圣元大陆，孟圣只是一道意念，也绝对不能显圣太久。
所以方韵一定会死在三大妖王手里。人族危难，内忧外患，妖蛮环伺，天宁在内。学生方韵谨遵圣训。方韵只此笔，判是非，定人伦，诛妖邪。列国车，众圣巡行天下的列国车，他也认主了。是妖气，好恐怖的妖气！好香甜的文人血肉，尤其是车上那个小子，闻起来就是大补之物。柳相的情报果然没错，孔圣意志已经消散，正是猎杀此子的最佳时机。大妖王，3尊大妖王，怎么会？这里是圣院啊！完了，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。不好，有大妖王撕裂空间，入侵了藏宝密阁。刘相，快，我等合力打开通道，前去救援。来不及了，4尊大妖王的气息已将内部空间彻底封锁，我们救援来不及了。王印堂危在旦夕呀！刘相，妖气已经泄露，若是被亚圣察觉，皇上，亚圣意志正在镇压两界山，无暇他顾。3尊大妖王足以将方韵连同他所有机缘碾成齑粉，今日必死无疑。人族的小翰林，哦不是大学士，见到我等为何不跪？妖孽乱世，当诛！妖孽，小子，你还搞不清楚状况。在本王眼里，你们人族不过是待宰的猪羊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本王要先让你欣赏一场盛宴。狼图王，你总是这么心急，对付这种猎物要慢慢玩才有意思。看着他充满希望，再看着希望一点点破灭，那绝望的表情才是最美味的。就从你开始吧，刚才叫的最响，让我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饶父大人饶命，饶命啊！我是左相柳沙的孙子，我愿意为3位大人效力，当牛做马。方韵的机缘我都知道，我全都告诉你们，只要别杀我。这就是人族的天才，不堪一击，连做狗的资格都没有。什么东西？这是传说中的圣物列国车。他一个小小大学士，怎么可能驾驭此等圣物？犯我人族者，虽远必诛。狂妄！先尝尝本王的万蛇夺弦。美墨，墨女，墨奴，装神弄鬼，一起上，撕了他！怎么可能？我的妖王之躯！竟然能以大学士之身跨越境界，独占3尊巅峰大妖王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所有机缘都该是我的！今日此地便是尔等妖孽的葬身之所。
人族的小子有古怪，不能再拖了。他一身才气，仿佛用之不竭，再耗下去，死的是我们。那就用那一招，燃我妖血，请妖族降临，将这麒麟阁连同他一起化为飞灰。主人，这力量太强了，我挡不住。王运结束了，在妖族之力面前，你不过是只蝼蚁。叔父，就是他，就是方韵，夺我机缘，毁我前程，绝不能让他活下去。放心，宗元，一个将死之人罢了，叔父这就帮他一把。天助我也！方韵，去死吧！好一个柳家，好一个人族大儒！今日我方韵便借着满阁圣气，请诸圣见证何为浩然正气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，下则为和月，上则为日星。那是什么？万圣共鸣？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引动万圣？判死刑！一笔抹杀3尊大妖王和妖族头影，这是圣人之威呀！